大家好，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美股頻道。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。那麼我們就直接進入我們今天的這個周末漫談。那麼這個先看一下下周要出的一些經濟數據。那下周比較特殊，只有3天半的交易日，因為10月27號是美國的这個感恩節，然後是休市的。然後周五10月28號。那麼也是因為感恩節的原因，只這個交易半天，就是下午1點鐘就結束了。那麼在下周，有周3的 GDP 數據啊，然後周2的話還有 PPI 數據、零售數據，然後還有這個 PCE 數據。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。但是呢，現在市場關注度更高的是馬上12月10號的這個美聯儲利率決議。但是比較尷尬的就是，市場就是說美聯儲更關注的非農數據和 CPI 數據，是在美聯儲的會議之後，利率決議之後，好像是17號或者18號才出這個報告。那麼這就會造成美聯儲12月10號的這次利率決議就是沒有數據，沒有重要的數據來那個觀察，這就非常尷尬。那麼相當於摸黑中來做決定了。現在市場預判的話是50%的概率是維持利率不變，降息的可能性比較低，因為畢竟沒有更多的數據來觀察。雖然說本周也出了一個這個非農數據，但是是9月份的，對吧？就已經隔了2個月了，所以還是對美聯儲來說還是一個比較難的一個決定。但是整體市場現在是處於不降息的一個預測中。那麼不管怎麼樣。不管是美聯儲也好，還是其他的分利，都是市場的分利。我們最終關注的是市場合力的表達。那麼不論是美聯儲，還是特朗普，還是什麼其他的一些機構，都是分利，對吧？我們最終還是要看市場的合力怎麼選。我們只需要跟合力的方向一致就好了。合力是做多，我們就做多；合力是偏空，我們就減倉或者說去做空，對吧？合力是一個震盪狀態，那麼你就去找機會做震盪，降成本，其實就這麼點事兒。好的，我們來看一下。那麼下周的話，還有一些公司要出財報，稍微關注度比較高的，或者大家在頻道裡面有提問的，就是這個戴爾，對吧？是跟這個數據中心相關度比較高的，也是受益於這個的。那麼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財報。那麼其他的話，看你個人有沒有跟你相關，就是你自己相關的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品種，先看一下標普，這是標普的這個月線。那麼在周五直播的時候，我們簡單說過，月線上已經出現頂分型了，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頂分型，對吧？那麼頂分型之後，看它怎麼演變，因為11月還有3天半的時間，交易日就結束了，就看12月份是出現一個包含關係的 K 線，還是說直接跌破11月份的低點向下延續。那麼如果說以這種方式演變的話，有可能要演變成月線上回撤一筆的話，那這個空間就比較大了，因為月上回撤一筆，相對於股票的話，那可能就是20%、30%的一個回撤了。我們也可以簡單的測一下，從這個到5610的話，5600吧，整數的话取整的话5600，那麼是第一個比較大的回撤的位置，对吧？這你可以有一個相對的一個點位來供你觀察，但是怎麼走的話，怎麼演變，需要我們後期來跟蹤。再看周線上，那麼周線這個結構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，3491進入段大 A 中樞，離開段大 B 中樞，兩個中樞高低點沒有接觸，一個趨勢上。現在這個趨勢上，我們主要關注的就是第二個中樞。針對第二個中樞，看它現在是不是要圍繞中樞震盪，或者說出現一個三買，或者說出現一個三賣來結束中樞震盪，對吧？在這個之前的話，現在都沒有，那就是看這筆的回落，就看這筆回落什麼時候結束，是結束在沒有回到中樞，還是結束在回到中樞，這個不知道，只能去跟。但現在的話是有4根 K 線是不夠一筆的，我們需要再來一根才能構成一筆。那麼就看下周是不是要再跌破本周刚刚過去這周的這個低點之後，出現周線上回落一筆。
那麼周線上回落一筆夠5根了，但是并不代表它結束，对吧？想要結束怎麼辦呢？需要出現一個底分型，任何的轉折必須要有頂分型和底分型，對吧？任何的轉折都是，所以說沒有出現底分型之前，它是不會出現轉折的。那麼在它沒有出現轉折的時候，你如果是做多的，你應該怎麼辦？如果說你在上面有減倉的話，那麼在它沒有出現轉折、延續下跌的時候，你能做的就是等待，對吧？所以說，或者說，如果說這個周期比較大的話，你也可以去它的小周期，如果說有反彈的話，可以做一做反彈，或者說去做空它，這都是可以的，就看你一個個人的一個这个能力啊，或者你個人的一個這個取向，比如說你是喜歡偏向於愛做空的，或者說是願意在這個有反彈的時候做多的，這都不一定。那麼我們現在關注重點就是4385，因為它現在回落還不夠一筆，那麼這個頂分型可不可以是一個中繼的呢？也可以啊，它也可以繼續往上生長，就是說把這個所有的這些結構都打掉之後，繼續向上生長，沒結束，那麼這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兩個方向都要看。那麼這是在這個周線上，那麼我們要看一下，觀察一下它的內部是哪種可能性更大一點呢？我們需要降低周期了。把其他的清一下，我現在關注的重點是這個4835起漲點，一要看向上生長，二要看這段向下回落，兩個方向都要看。如果說向上生長的話，這是進入段，這裡有一個 A 中樞，然後一個離開，現在開始出現回落。那麼如果說我是以4835作為起漲來分析的話，那麼這樣的話是 A， 這是小 B 段，這裡可以再生長出來一個大 B。以這種方式來繼續向上生長，那麼也就是說4835的上漲沒結束，或者說，因為我們這是用兩種分析方法，一種是同級別分解，以中樞為中心，另外一種是以非同級別分解，就是參照大周期的。那麼大周期這裡是周線上的一筆，我現在看它右側6920右側能否演變出周線上的回落一筆，對吧？你就是用非同級別分解，非同級別分解的好處就是簡單。因為它，利用這種大周期的這種段落的話，自動分段了。你這樣的話可以一段一段來分析，比你結合周期的這種相對簡單一些。那麼兩種方法都重要，我們需要兩種方法都參考起來。那麼這個日線上這筆回落的話，如果說你用中樞的話，它這個是離開段，然後一個回落，利用這個黃金分割或者說這個斐波那契這個回落的話，現在周五只是回落到了0.382的位置，這是我們在直播的時候，周五直播的時候測的。那麼到了這個位置，現在是有希望出現反彈了。那麼現在底分型還沒有出現，日線的底分型需要周一或者是下周某一天突破這個點位，突破6660才可以出現這個底分型，對吧？所以說，你只要有了這個纏論理論，你就有點位來觀察。在沒有突破6660.05的時候，那可以是一直包含關係。那麼出現包含關係之後，你用包含關係處理之後，那也可以出現一個頂分型，就是頂分型的觀察的點位就變了，這就是我們需要跟蹤的。那麼現在看一下這個6920跌到這個6521之後，它的內部結構。夠不夠飽滿？內部結構夠不夠充分呢？我們這樣的話就來看一下，能不能有可能出現逆轉，出現反彈了。那麼這就是6920內部，現在的結構是1小時，這就是利用區間套，一點點降低周期，把你所觀察的這個顯微鏡的度數調得越來越大。那麼這樣的話就可觀察的這個結構更多了。可操作的可能性也就大了，因為級別越小，你可以操作的可能性就越大。畢竟，如果都是什麼日線啊、周線、月線，你可能這個可操作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，畢竟周期比較大。那麼現在在1小時上，這是它的周期6920進入段的話，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中樞，然後開始一直在寬幅震盪，尤其是在英偉達出財報的這幾天，對吧？這個回撤，我們在周五反彈，周五直播的時候說過，這個反彈是非常技術的，或者說，做了一個很大的一個牛套吧，
做了一个很多人如果说追涨的话，基本上刚好是挂在这个位置，那是非常非常难受的。如果说你去追涨的话，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结构的话，你能很清楚的观察到，当时反弹刚好是回到中枢里面来了，然后就没有力量了，发现没有？因为我們做中樞震盪的策略是中樞上方力度衰竭之後減倉，或者是做空，你要有能力的話，那麼中樞下方力度衰竭的時候去做多，對吧？這個是要注意這個字眼是衰竭的時候，什麼叫衰竭？而是它的單看一個週期你是看不出來衰竭的，你是要結合它的內部結構，裡邊的內部是不是有中樞了、飽滿了，開始力度出現衰竭了，出現這個背馳了，對吧？才有可能逆轉折。但是它這個上漲一般回到中樞裡面來，從底部反彈回到中樞裡面來，你就可以減倉。你先不用管它是回到這個中樞的最下沿，還是中樞的中軌，還是中樞的這個上軌，這個是需要結合次級別來觀察它的那個力度的。但是如果說你用不太精確的或稍微模糊的操作的話，你在下方這個位置買的，你賭它的財報也好，或者說你是發現它的內部有背馳也好，內部下跌的力度衰竭也好來進場，這個都不管。但是等到財報第二天它回到中樞裡面來了，你就可以減了，對吧？因為這個的盈利對於你做短線已經相對的豐厚了。我們看一下，如果說你買在這個位置6647的話，就是這裡面有個小中樞，你買在中樞上沿的話，那麼這個短線就已經有1.75%的一個利潤了。對於做短線來說，如果說你再用槓桿啊，或者再用了期權一些東西，這個已經很豐厚的利潤了，對吧？完全可以走掉。所以說，不是說這個市場波動大多難。而是你有沒有分析到這個結構，有沒有觀察到這個，然後再看你的一個風險這個風險的一個取號，是你是偏風險型的還是偏謹慎型的，對吧？所以說有沒有做到，但是前提是你知不知道，你要做到的前提是你要先知道才可以。好多人說那個這個覺得就是說知道沒有用啊，我知道也做不到。那你首先要知道才可能做到，你連知道都不知道，你是不可能做得到的，對吧？所以說首先要學習這個方法，知道這個方法在這裡賣的原因、理由是什麼。所以說要多做復盤。我們做復盤的目的就是，現在我當然知道了，我這個位置該賣，我這個位置該買，對不對？這個位置該賣，這個位置該買。那麼你在當下的時候，你能不能夠做到這種同樣的精準？可能你賣的早了一點，在出第一根陽線的時候我就賣了。或者說你買了早了一點，可能買了這個位置了，但是並不影響啊，它又上去了，你還是能解套的。你賣的這個第一根陽線沒有關係，可能沒有賣到最高點或相對的高點。這個節奏是首先不能錯的，你不能說去追漲殺跌吧，我在這個位置追漲，我在這個位置割肉，那你整個是錯亂的，對吧？首先節奏不能錯，就是說該買的地方，就是上漲過程中，一個上漲過程中我們要找位置去減倉。或者說去做空，那麼下跌過程中，我們一定是找位置做多，或者說是這個加倉，而不是去割肉。所以說這個節奏首先不能錯。至於你能不能夠買在所謂的拐點的這個尖尖上，那這是熟練度的問題呀。這個你只要練習多了，你慢慢的總結經驗，都能夠把精度提高上來，這個是沒有問題的。任何人只要長期的訓練下來，都可以做到買在拐點上。或者說離這個拐點非常非常接近，這個都不難。人只要有精力去盯盤，你去那個，但是呢，也是股票手裡的股票首先不能多，對吧？你如果手裡10隻8隻的話，你根本看不過來呀。有機會出現了你也看不到，等到事後的你發現了，哎呀，我這個位置怎麼不買呀？我這個位置怎麼不賣呀？對吧？那事後諸葛亮沒有用。所以說手裡首先股票不能多，也就是2、3隻、3、5隻就足夠了。你這樣的話，每個週期都觀察到的話，每個週期都做起來，聯合起來做的話，其實是非常忙的。你會非常非常忙，手裡股票不多，但是你會發現那個可以做的交易很多，對吧？因為我們是聯動的，我1小時我也可以做，我這個更小週期的，我日內的5分鐘的我也可以做，對吧？所以說，然後那個大週期的日線的。我也可以配置，所以說不同的週期我能配置不同的倉位，小週期的我也能做，大週期的相對大一點週期我也能配置。然後我股票3、5隻，你這樣的話來回輪動，你不會覺得這個看不過來的，
或者說你也不會覺得無聊的，因為你有的是讓你觀察的，有的是讓你交易的。但是不要弄個十只八只的，我哪个那个板塊的我都想弄一個，這個漲得好我也想要，那個漲得好我也想要。但是最後你會發現，分散就是說你把雞蛋分散到不同的籃子裡面，最後來看其實是一個，倒也不是說讓大家，你可能資金量非常大，上億的資金量，然後放在一兩只裡面，但是呢，前提是如果說你的這個基本面分析不夠好的話，那這個是非常非常壞的。你像這個查理芒格就說過，或者說巴菲特也說過，我們之所以敢於把大量的資金集中到幾個股票上面的原因，是因為我們做了大量的基本面調查，對吧？所以說你不敢把錢，之所以不敢把錢重倉於一兩只的原因是你不懂這個公司的基本面。你不懂這個公司的所處的行業，你沒有做好前期調查，那你肯定不敢呢。如果說你對這個行業、對這個公司已經非常非常了解了，對吧？它的每一次的這個行業的這個變動，你都知道它的原因、它的這個前景，你都非常有信心，那麼你是敢於重倉的。所以說，分散交易其實是一個壞的策略，或者說叫一個愚蠢的策略。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對你做的事情有這個足夠的了解。那麼，在這一點上，禪師還有跟巴菲特、查理芒格他們都有相同的觀點，那麼也是值得我們大家學習的。所以說手裡的股票一定不能多。那麼針對這個標普的話，就是1小時上現在出現了這個結構之後，那麼週五這個反彈呢，我們看現在反彈還不夠一筆，現在是4根 K 線，就是說它這個最高點在這個第4根上。6660.05，然後下一個是6659，所以說第4根是最高點。那麼現在只有4根的話還不夠一筆，然後這裡是出現了包盤，就看下周能不能夠延續一下。但是現在這個你看它這個 MACD， 雖然說張口還可以，但是還是不夠大，說明這個小周期的動能還是沒有撐開。你看它前面這裡，看這裡。你看那個 MACD 的快門線，對吧？張口張得很大，力度非常強，就是很堅決的往上衝，帶着跳空缺口往上衝。這裡就不一樣，明顯張口沒張開呀，就這個張口沒張開。你看這裡非常明顯的差異，所以說偏弱。如果說小周期可能再蹲一下，然後再起來，對吧？那如果說還回不到這個中樞的話，針對1小時中樞就會出現一個三賣了。出現一個三賣，那看它是不是要直接再砸破6521，還是說不砸破它，給個2買，然後再彈一次，再下來，意味着什麼呢？意味着這裡要做第2個中樞了，這裡要再做一個中樞。這是 A 的話，這最後一個 B， 這相當於一個擴張的大中樞，可以繼續往下走，那就複雜了，對吧？畢竟這是指數，所以說它的複雜度相比較個股來說是更複雜的。那麼我們需要跟蹤一下這個，想要出現強的力度，必須要首先你看這裡，我們看一下裸 K，120、200均線剛好在這個位置，6750，而且現在有點要所謂的死叉，就是這個2根均線交叉了，然後掉頭往下走，那就那個更那什麼了。你看前面這裡，我們可以往前看。從來沒有出現過死叉的情況。你看這裡，自從這個金叉之後，所謂金叉死叉就是，往上走就是金叉，往下走就是死叉。那麼前面這裡，你看，自從交叉之後，這是踩過，然後都沒有形成交叉，發現沒有？一直是這樣的，直到現在這個位置才出現2根120跟200，現在是120在上，就是短期均線在上。相對的短期均線在上，相對的長期均線在下。如果說形成那個交叉之後，這就形成死叉了。那麼如果說形成這種往下走，那就壞了，對吧？那就會形成一個大的壓力。你看前面一直沒有出現這種情形，一直到這裡。那麼如果說形成交叉往下走，那可能順着交叉往下走，會這樣慢慢往下走，那就壞了事兒了。那就是會形成一個連帶性。所以說現在這是處於一個相對比較微妙的時間點位，必須要有力度的，首先可能頂一下這個交叉的位置6750附近，然後蹲一下再上去，
這是我們想做多的人想看到的。如果说你想做空的话，就是看它頂到這裡可以嘗試空一下，然後看它下來的這個力度。如果說快速殺下去，那你肯定做空的可以繼續拿了，可以甚至加倉空，就每次反彈都可以去做空它，对吧？所以說这個現在的情形就是，只要不能夠有力度拉回到6750之上，那麼你做多或我們做多的話，都要相對謹慎，開始減倉了，對吧？因為如果說以這種方式演變的話，那肯定是周線上首先要回落一筆了，甚至是周線就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了，那這個回落就大了，對吧？所以說現在做多要謹慎，起碼在各個周期上都表現的空間都是偏弱的，就是做多的力量偏弱。那我們做多的時候就相对要謹慎，你可以去減減倉，或者說做一些對冲的一些這個方法。這是針對這個指數。那我們再看這個下周要出財報的這個戴爾。戴爾的話，我們其實之前是分析過，我們再看一下，從這個月線圖上看，現在是從這個12.92，它其實走了一個五浪，或者說走了五筆，1、2、3、4、5，剛好走了五筆。那麼第五筆在這個月線上也成一筆了。我們就關注的就是這個第五筆它的這個狀態有沒有結束，從這個66.25到這個最高點168.08有沒有結束，對吧？雖然說現在月線上是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包含關係，就是一個暈線，那這是相對偏差的一個狀態。如果說這個下一個月直接就跌破了，因為出現包含關係之後的看的低點是看這個包含關係的這個低點，看這兒，只要下一個月跌破這個位置，那麼就會出現這個頂分型。所以不是看下面這個位置，不是看這裡，而是看這裡，因為它是一個包含關係。所以說這相對的這個比較偏空的。那麼如果說出現了我們剛才說出現頂分型了，如果說出現這種更差的頂分型，甚至是直接在這個下影線裡面出現这個 K 線的話，那就更弱了。所以這個相對就是偏空的。如果說是要在這裡做一筆回落，月線上做一筆回落做中樞的話，那你也可以想象它的空間，你可以測一下，簡單的，起碼要砸到105吧，对吧？砸到105，看看甚至跌破它，那就如果说跌破這個位置都有可能真的往下調的話，因為它要做一個大的中樞嘛，對吧？至於是一個收縮的中樞，還是說是一個擴張的中樞，也就是說，也不是說擴張吧。如果說做一個這種這個通道型的話，那就深了去了。所以說，針對這個的話，起碼大周期讓我們看的是偏熊的、偏空的。我們再往小周期降一下，周線上從這個66.25還是一筆，這些都不夠回落，我們需要看它的日線。那麼日線上，我們看這個66.25，我們其他的可以把它清掉。那麼日線上的結構現在啊很有意思在哪兒呢？就是這個66.25這個起漲之後，這個結構走得非常的可以說非常教科書。怎麼個說教科書法？這個結構大家可以多去學習，多去分析這個結構。你看它這個結構，66.25，這是一個進入段，3筆做一個進入段，然後開始2次回盪，做一個中樞 A 中樞 ，A 中樞結束之後又上去，又2次回盪，做了一個 B 中樞。你會發現這兩個中樞，第一個中樞是一個收縮中樞，第二個中樞是一個擴張中樞。大部分的趨勢上的兩中樞趨勢上，尤其是在日線上，這種結構非常多。非常多，一般都是先是一個收縮狀態的，然後第二個是一個擴張的，然後高低點還能不碰到，這種是絕對是教科書式的一個上漲，然後最後給第二個中樞還來了一個300，你說它是不是一個教科書式的？所以說這個結構大家多分析多觀察，你對這個結構有熟練了之後，或者多熟悉這種結構，那麼對於你去再看其他的結構都會非常的清晰，對吧？因為它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這麼一個兩中樞趨勢上，又是先是收縮，再是擴張之後的一個上漲，非常典型的一個結構。那麼這種結構你做好的話，你如果說把它的每一個回落都能吃到，那你的這個收益絕對大於它只是從66.25拿到168.08的這個漲幅的，因為你的回落都避開了，或者去做空，或者去減倉怎麼的，對吧？那麼因為它走的非常的这個有節奏。
你賣了之後很快再買回来又可以上涨，来回做的话成本不会太高的，所以说这种结构很舒服做起来。那么现在看它这个一笔直接杀到这个位置，而且把前面的三买已经给杀掉了，说明什麼呢？說明大周期要擴張了，也就是說周線上要做中樞了。我們再看一眼周線，雖然說周線上現在是3根 K 線，前面還是有包含關係，包含處理之後只有3根。那麼現在還雖然說不夠一筆，但是看着是這裡要回落夠一筆啦，那就可能在這裡做一個大中樞之後，看它是不是要往上選還是往下選，也就是以這種方式來構成月線上的一筆回落，對吧？我們剛才說了，月線上這裡要做一個大的回落的話，那看它是一個什麼結構，是在周線上是一個3筆構成，還是一個5筆構成，還是說帶趨勢的一個構成，我們不知道。現在是月線上的第一筆還沒出來呢，對吧？那麼月線上的第一筆，周線上的第一筆還沒出來呢。那麼周線上的第一筆是由日線的這個結構構成的。那麼現在日線上這一筆可能是結束了。那麼日線上看它是3筆構成，那麼以這種3筆構成周線上的一筆，還是說以這個日線的帶結構的這種結構構成周線上的一筆，對吧？這都不知道。這都不知道，現在我們所能知道就是日線上這一筆有可能要結束了，因為它的內部結構我們看一下，為什麼說它可能結束呢？那也是它的小周期的結構，1小時上2個中樞，第一個1小時的結構的 A 中樞，然後開始這裡做了一個 B 中樞，也是一個2中樞趨勢下，對吧？2中樞趨勢下，然後在周五的時候也是出現了一個反彈，那麼現在這個反彈目前看。這就是說，我纏論專門有一課裡面是講到這種情形的，就是說出現2中樞了，這種結構之後該怎麼演變的後期，要麼一種是把這個第2個中樞大 B 中樞給它擴張，給它變大了，就擴展呢，出現9段也行，出現9段升級的話，那麼前面的所有都變成進入段，然後可以繼續向下演變，這是一種方式，對吧？是把這個中樞大 B 中樞給它擴展升級，這是一種方式。還有一種就是，哎，我反彈出現3筆，那麼就升級了，那麼意味着左側從這裡斷開，左側是一個大周期的一筆下，也就是日線的一筆下，那麼右側這個藍的就構成了日線上的一筆反彈，也可以，那麼這就是出來的日線的一個二賣了，對吧？這也是一種方式，這是這個，還有一種就是。因為現在這個中樞啊，這只是一個3筆構成的中樞，它可以第4筆上去，讓這個中樞它也沒升級，但是呢它沒結束，它可以繼續向下走，就是這個趨勢下可以沒結束。那麼這樣的話，它可以這個小 C 段繼續往下走，小 C 段的內部我再給你來2個中樞，也可以的，對吧？所以說我們說現在說這個位置有可能出現反彈，只是假設這裡是一買，這個位置只是你假設它出現一買。那麼前提是這裡要有力度反彈出來3筆，不管是3跟1有沒有背馳也好，或者說不背馳也沒有關係，如果等比例也可以，你只要構成3段，那麼這個都可能形成日線的一個二賣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就是你現在是假設這個位置出現一買，但是如果說它這個直接只是在這裡震了幾下也不夠升級，然後繼續往下走，說明這是出現 C 了，前面下跌沒結束。好的，針對這個戴爾，我們相當於講的比較清楚了。那麼至於怎麼選，我們不知道，只能去慢慢的跟蹤它，讓市場來選，我們只需要應對就好了。那麼這裡應對就是拿你的倉位應對，對吧？漲得多了減一減，跌得多了加一加，就這麼點事兒，其實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戴爾。那麼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，首先看一下這個 Meta 是在周五直播的時候。有朋友問到這個，但是我們當時時間比較有限，沒有分析到。我們看一下這個票。Meta 現在的問題是啥呢？就是它在財報的時候啊，雖然說財報的數字也不錯，但是呢，現在這個 earning 是比預期的要少的，然後這個 revenue 是多的，但問題是它這個支出太大了，它的支出太大了，讓現在市場投資人比較擔憂它。是能不能夠賺得回來，對吧？你是會花錢，但是你會花能不能會賺呢？這是對它的盈利能力現在是產生了一些疑慮，造成它現在是一直跌。那麼在這個月線上的話，月線上它這個結構是相對比較簡單的，下面有一個大中樞，前面都是進入段，現在還走離開呢，對吧？從88.09，
那麼這個回落的話，現在還不夠一笔，最淺的回落是在这个525，還沒到，但是現在還不夠一筆，只有4根兒。看目前的情形，應該是要滿足夠一筆之後，才可能出現大的那個反彈，或者說在這裡就做中樞唄，這是大 A 中樞，然後在這裡做一個月線的大 B 中樞，這是一種情形。或者說我這裡回落夠一筆了，甚至踩到520，踩到520，然後彈一次，可以是再次突破這個767，或者說是不突破的，那就在這裡做中樞。或者說突破它了不背馳，那就更牛了，對吧？這個也是，就看這筆回落現在，然後看一下周線上。那麼這個88.09的話，還是說啊，我這個中樞周線上現在有中樞，然後回來了，我繼續往上生長，那說明88.09向上生長沒結束，對吧？那麼現在回到中樞裡面來了，但是呢，一直沒出現底分型，然後這個 MACD 的這個下落。張口張得非常大，一直沒有收縮的跡象，柱子的長度也一直在伸長，說明這個動能還是向下的動能沒有被衰竭掉。我們再繼續看它的小周期，也是最後這一筆，也就是從這個767向下這筆，我們就要觀察它內部什麼個沒衰竭法，還是說內部已經開始出現衰竭跡象了。那麼在它內部的話，進入段2次反彈，然後開始走離開。那麼這個離開我們也測過。等比例在684.64，也就是在它財報之後的那天，在它財報那當天的話，第二天是嘗試過往上突，但是被這個等比例位置給擋住了。那麼跌破這個位置，我一直說這段離開段跟進入段不背馳，意味着它沒有進入背馳段，沒有進入背馳段，它就可以一直跌，對吧？當時我在這個應該大概這個位置是分析過這個票的，一直建議是不要去做多它，因為它不背馳啊。你這個不背馳，你現在加倉的話。你去做多的話，你就是逆勢啊，對吧？因為你不知道它能跌走多遠。那麼現在是走到了這個最低點是581.25，有可能要結束了。為什麼有可能呢？是因為還是它的內部。我們看一下它的內部，這個是最高點759下跌的。那麼這裡形成了1小時的第一個中樞，然後在這裡形成了1小時的第二個中樞。但是呢，高低點有接觸，是一個擴張的中樞。先不管它擴不擴張。起碼是2中樞了吧，對吧？那麼2中樞之後就看這個轉折，那麼這個轉折如果說能夠出現的話，也就是說這裡能夠彈一次，彈一筆，彈一筆的高度你也可以反過來測，看它能不能夠彈到這些位置。但是呢，這3個位置都不能回到這個中樞裡來，都是3脈，甚至是我連649都碰不到，那就更弱了。更要回落一筆，對吧？那你這個位置之前也同朋友們問過類似的問題，比如說在周五有朋友在問這個circle 這個 CRCL 問類似，這圖形就差不多，問這個位置能不能夠加倉。我的建議是不加，就這個反彈我等它反彈出現我減倉，我就耐心等反彈，我不加倉。但是呢，你又不想錯過，比如說這個10%的一個反彈的話，那你有這個能力，因為這個只是在這個圖形上有這個10%的空間，並不代表它一定要反彈10%，它完全可以反彈1%、2%就直接掉頭。你能不能夠出得來？如果說這個反彈很弱，你沒出得來的話，你又在這裡加倉了，它又下去了，甚至跌得更深，那你說明你的倉位就越來越重了，那你的對你的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。所以我的建議，在不背馳的情況下，盡量不做這個。等待反彈之後減倉，然後看它出現一個盤整背馳，這個位置可以再加一點，多加一點，甚至是因為有可能是直接出現逆轉，或者說在這裡做中樞，第二個 B 中樞，然後再下來也可以。但是這段是可以這個相對好把握的，就這個的反彈是，或者甚至是上面這個，它相對比你不背馳情況下，它可以一直跌，可以一直陰跌，這個是不好把握的。但是呢，如果說你的倉位相對比較輕的時候，你這個心理壓力還不會那麼大。但是呢，如果說又是陰跌，一直也沒有大的反彈，然後你倉位還很重，那就慢慢會崩潰掉，甚至是你可能擱在最低點，然後你一擱，啪，直接起來了，然後等到你起來的時候，你又不敢追，你又怕它是假突破呀，它慢慢越不敢追越漲，然後等到你敢追了，可能剛好在反彈最高位，然後它又繼續向下來，那麼幾次來回的話，你就整個人就崩潰了。
所以說，倉位其實是对我们來說其實還是非常重要的。雖然說這個公司的大的基本面沒有太大的問題，但是現在這個對這些大公司來講，競爭也是非常激烈的，對吧？都在大力投資 AI 相關的這個產業啊、板塊啊，因為這個現在對他們之後的5年、10年，甚至是之後的這個競爭，是起着非常重要的這個。我一直是說，我其實覺得，雖然現在 AI 一直是說有沒有泡沫啊這那的，但是我覺得現在是處於初期階段，投資大有泡沫是很正常的。對吧？畢竟你不知道會發展成什麼一個情況的時候，你只能加大投資啊。如果說你真的只能夠預測未來50、100年發展成什麼樣，你肯定知道我應該哪裡精準投資啊，對吧？那肯定不會出現泡沫。但是你在不知道的情況下，你只知道一個大概的情況下的時候，你只能加大投資，對吧？所以說你没有辦法。所以說有泡沫，但是在可控的情況下是沒有問題的，是一個健康的。那麼現在針對它的話，就是那麼在技術上，不管說基本面是這個泡沫那個泡沫，其實對我們來說，這個都無關緊要。最關鍵的是它在做價格波動。為什麼這個技術分析叫 price action 呢？這英語裡面對吧 ？TA 它叫technical analysis 叫 price action， 就是這個價格波動。價格波動的時候，它從759跌到了581的這個價格波動的時候，你是在做空，還是在減倉，還是在做多？針對這個價格波動，其實對我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有沒有在該減倉的位置減倉，該這個不動的時候不動，該做空的時候做空，對吧？這才是最重要的。這個價格波動，這個 price action 才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，或者最值得小散戶來關注的。雖然說一些大機構的話，他們可能也更關注的是基本面，他們是敢買的。他們兜深吶，錢多呀，我越跌越買，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。但是對我們不行啊，我們的資金量就這麼多。你說啊，我還有其他的資產，我可以賣房賣地，那都是，賭徒的行為。我們是利用其實是，閒錢，就是不耽誤你正常生活的錢來投資的。你跟機構不一樣，我們的錢是有限的，對吧？所以說，應該用在這個該買的地方，就是關鍵的點位上，而不能像機構越跌越買，他們是可以這樣做的，但是我們不行。所以我們盡量是要抓拐點的，或者說針對這個拐點更接近的時候，那麼這種反彈想參與的話，有能力的話是沒有問題的，但是這就是看能不能夠出得來了，對吧？能進得去也得能出得來，這樣的話出現背馳的時候，可能結構更飽滿的時候，兩個的時候。我可能這個位置可能會多加一些，對吧？說就是針對這個 Meta， 然後我們再這個看一下這個大家現在動能比較強的，還有一點時間，先看一下這個周末的時候比特幣這個演變成什麼樣了。那麼比特幣我們也說過，大週期我們都說了很多了。首先大週期上，它這個如果說要真的往下砸的非常深的話，那就回到這個中樞裡来了，月線那個中樞。那麼中樞的上軌69000，中軌在6萬，對吧？這都是我們看這個空間17%、30%，比較惡劣的話就是30%到40%的一個空間，就是從現在再腰斬，你能不能夠承受得住，对吧？這個比特幣也好，這個虛擬幣啊，主要還是。因為這個特朗普，他們這個整個的政府對這個虛擬幣是持一個開放狀態，對吧？他才上台1年呢，現在還不到1年呢，還有3年的這個時間執政呢。那麼誰知道他之後？雖然說這有點畫餅的意思了，但是你並不知道，因為他的家族也好，他兒子也好，都已經開始深度的介入比特幣相關的產業，對吧？那麼如果說這個現在主要還是政府方面或大的機構方面，他們還沒有大舉介入，不知道這次是不是利用這次機會在吃貨。但是圖形上的話，真是要砸到這個位置，你也都能承受得了。如果說你對比特幣的這個長期前景，那個看好的話，或者你對這個產業畫的餅能夠接受的話，那麼你就要拿得住，對吧？那麼即使到這個位置可能是更好你加倉的位置呢，對吧？能夠買的更多的位置，對不對？所以說，這就是圖形上現在給到我們還有50%左右的一個空間下跌呢。那麼周線上，從這個49000的話，這裡是有一個中樞，但是呢，這一筆的回落現在是一看是已經非常兇了，非常兇狠。那麼現在看一下裸 K，
這是120周，120周在75000左右，75000的話可能是能够，如果说真是继續往下走的话，那就到75000，75000能踩一下，因为前面这里是一直没有跌破过这個120周的，看到沒有？120周一直在上面，前面也應該是，看這裡，都是在120周之上，這裡是有過一段時間在120周之下，然後後來又上來了。那麼就是，如果說真的是要往這兒踩的話，那就踩到這個位置彈一下，看看是不是這樣走，對吧？說現在這個周線上還是非常的空啊，一直沒有任何轉頭的跡象，連底分型的影子都沒出現。現在是，周線這個結構，那麼這一段沒結束的話，我們再看它的小周期有沒有結束的跡象。這個我們在周五直播時候說過，這個最高點下來之後，進入段一次反彈，兩次反彈走離開，那麼這個離開也是一個關鍵的位置，我們之前是測過，再測一下，進入段離開段84702是它的等比例，現在正好是卡在這個位置。如果說突溜下去的話，意味着離開段不背馳了，就跟我們剛才說的那個那 MACD 的一樣，離開段不背馳，它完全可以繼續到什麼1.618那些位置去，那就更遠了。現在看不到任何止跌的跡象，不論是 MACD 呀，張口張的非常大，一直都往下探，對吧？非常的這個空。那麼這個內部結構，我們等一下看一下。所以現在就是，如果說不背馳的話，那你做多就非常非常小心，或者說只能是等待，也不要加倉，就等待它有轉頭的跡象。什麼時候給反彈了，先出來，或先減倉一下，因為針對它的話還是3脈，它可以在這裡來一個背馳段，甚至給一個2買上去也可以，是不是要在這裡做 B 中樞再下，對吧？所以現在就是這個 B 的離開段，這個小 B 段啊，現在沒結束。然後看一下它的內部4小時，那麼在4小時上，我們在周五也分析過，它之所以沒結束的原因，是因為它的結構太簡單了，它是以一種5浪的模式下來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這第5段一直沒有那個衰竭的狀態。雖然說周五的話也有反彈，但是反彈也不夠一筆。我們看這4根從最低點下來的話，這個位置上來到這兒只有4根 K 線，不夠一筆，所以說還是很弱。那麼我們現在關注什麼呢？就是關注這個第5段，看一下它的第5段的內部有沒有結束的跡象。這是第5段的起始點95950到這個最低點80524，也就是說現在這是它的第5浪，1、2、3、4、5。我要看一下第5段的內部，有可能要結束了。現在4小時看，這裡肯定是有中樞了，就是1小時上這裡是有中樞的，然後這裡有一個反彈。那麼是不是要在這裡做一個 B 中樞之後再打一個低點結束這個第5段呢？這個我們不知道，我們看一下。那麼在1小時上，很清楚的一個中樞，然後開始走離開，這個反彈是不夠一筆的。那麼現在是這裡是看一下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小高點？85449、85547、85490，现在這個85547出現了，意味着這個是什麼呢？這是反彈的一筆。針對這個的話，現在是一個3脈，然後這個3脈出現之後又出現回落一筆，這是一個潛在的1小時的2買了。看這個1小時的2買之後，能不能夠再彈一下？在這裡是不是要做一個 B 中樞？然後這個整個周末是不是要這麼走？然後等到周一再選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都可能。之前是出現過類似結構的，但是之前好像是15分鐘上，就是比特幣的有一段是15分鐘上，它一直在這裡橫，然後等到開盤周一開盤之後開始選方向，對吧？所以說現在就是沒有出現明顯的大機構介入轉向的跡象，可能是在等待特朗普他們那邊啊，或者說什麼其他的好消息刺激，或者說那個繼續往下走。那就是4小時上給你彈一筆，但是呢，可以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的反彈，可以出現7，如果說力度很強的話，可能出現8和9，然後再結束整個這段，對吧？也可能。所以說現在是有反彈，
就只能是快进快出，就做多的话，你只能是快进快出，不能够长期拿。但是如果说是在上面配套的话，那就是找大周期，就是在下跌状态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是想做多的话，那就把周期抬高，这是一个相对的经验或者小窍门，就是在它下落过程中，你不能做太小周期，不能看太小周期去加倉，因为你看太小周期去加倉的话，比如说你看1小时，你去加，有可能没出来，就反弹的位置没出来，然後你又加了，然後它又繼續往下走，那麼的話，相當於相對的，你的倉位會越來越大，那就非常被動。所以說，在這種情況的話，是看大周期的，是看比如說日線及日線以上的，因為看大周期的好處就是它的想形成拐折的難度大。形成拐折的難度大，因為你可能進場的機會少，你可能進場的機會少，就變相的把你的手就綁起來了，對吧？這樣的話，你利用這種方式就禁止你加倉，或者說不到真正轉折或不到真正出現轉折的位置，你就不會動，這樣也是一個方法。所以說，在這種情形，如果說你是被套，這個股票也好，或者其他的像類似的股票，如果說你出現了同樣被套的情況下，就看大周期，大周期沒有變化的時候就不動。就不加倉，這樣的話就變相的能夠讓你的倉位能夠控制在一個可控制的範圍內，對吧？很多時候之所以大家會這個擱在地板上，就是因為倉位太大了，承受不了了，對吧？才會去割肉的。針對這個比特幣的話，就是這種情況。那麼以太幣的話也是類似，我們簡單說一下。那麼以太幣不同的就是它在日線上它會出現了3賣。那麼比特幣的是直接就是一個離開，還沒出現反彈呢，對吧？它這個以太幣是提前出現了反彈，那麼這也是3段，而且第3段明顯是比第1段是弱的，對吧？是有背馳的這個可能性。然後呢，就看它這個日線上是什麼時候出現一筆反彈，那麼就會出現一個 A， 這樣的話就會出現一個 B， 出現 B 之後是不是繼續跌，或者說我出現了這個直接一個大力度往上走也可以。那麼現在就看這筆反彈有沒有可能出現，那麼前提是前面這筆下跌要結束，對吧？那麼這筆下跌就要結束，你要看一下它的次級別。它在這個4小時上的話，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也是一個5段，也是一個5段。那麼也是一樣，1小時上，這是我們之前分析的。這裡有一個中樞，哎，它這個反彈也出現了，它跟那個比特幣一樣，發現沒有？跟那個比特幣的這個第5段是一樣的，帶一個中樞，然後這個還給了一個小3賣，然後現在是潛在的一個2買。看這裡是不是要做一個第2個中樞，然後往下選還是往上選？一樣的結構，跟比特幣是一樣。現在短週期，這是針對這個以太幣。那麼其他的話，我們再看一個這個特斯拉。那麼特斯拉的話也是，特斯拉的話現在看的週期是日線，從這個214這個起漲點啊，這是進入段。然後這裡做了一個中樞，這個中樞是7筆的中樞，不夠久，沒升級。然後出現了一個，現在可以是這個當成大 B， 這是大 A， 兩種方式分析。如果說你是以中樞來分析的話，這是一種可能性。還有一種就是以474斷開，那麼這裡是帶一個中樞，還給了一個3買，這樣的一個結構，完事兒了。那就右側的話，以474分析的話，就是一個是不是給一個3筆的一個結束，還是說一個5筆的一個結束，還是說是要2個中樞的結束，對吧？現在就看是不是這麼演變。但是周五這個下跌的話，最低點在383.76，還沒有跌破這個位置。那看它是不是要跌破，形成一個盤整背馳，然後這個就是周線上的一筆回落了。看看是一個周線上，然後一個周線的回落之後再繼續往上走，對吧？就其實就在出現一個大周期的一個擴張，大周期出現一個演變。那麼小周期上，日線上現在是它看它怎麼演變，是一個3段的演變，就出現背馳就可以結束呢，還是說是要更複雜的，還是說這個這裡2個中樞了，高低點不能夠碰到，那麼我雖然說回落了一段，那就也就是其實一個1、2、3、4、5筆，但是這個結構可能稍微的這個比較傾斜的這種，類似一個通道式的，繼續往上走也可以。那現在就看它是大概率的話，看它這個 MACD 結合 MACD 來看的話，是要踩一下這個120天，在370到380之間吧，踩一下之後得到支撐，
看能不能夠往上走有没有力度，还是说我这样的下来，然后一次反彈踩一下，两次反彈形成这么一个类似一个曲线，这个趋势的一个趋势線，然後形成一個中樞之後再下來，對吧？所以這個反彈，如果說踩一腳之後，這個反彈如果說非常弱的話，一定記住減倉，甚至是去做空，因為它可能會要快速下來走離開了。如果說離開有背馳的話也沒有問題，但是如果說不背馳，那可能要走第二個。這是針對這個特斯拉。再看一個這個Palantir也是。那麼結構上，我們先說一下結構。那麼其他的，什麼大機構啊，還有大空頭在做空它，這個我們就不講了。我們現在主要看結構，就是合力的表達。不管是你做多呀、做空啊，都要表現在圖形上。那麼在週線上的話，它的結構，這是一個 A 中樞，然後它的起漲點的話，是從這個16.4開始漲的，16.14。那麼還出現了一個非常牛的3買20.33，然後第3筆、第4筆、第5筆，現在是週線上是走了5筆，現在是有可能要出現第6筆了。如果說出現第6筆的話，我們可以測一下，現在已經回落到0.32了，看它是不是要到0.5，甚至到0.618。那麼如果說到0.618的話，那就要碰到前面這個125.41了。那麼如果說能到0.5就止跌的話，也就是140附近的話，意味着只是一個第6筆的一個回撤，還可以有7，甚至是直接打高點也可以。如果說不能打高點，就是在這裡做中樞，這裡是 A， 這裡做一個 B， 然後再看它是做了中樞之後，也不代表直接就往上選，它也可以往下選。往下選的原因是它可以構成月線上的一筆回落，因為在大週期上呢，它完全是可以在月線上出現一筆回落，對吧？那就是月線大2買，這是月線的1買，所以說也不是說在週線上形成中樞之後就一定往上選，它也可以往下選擇的。所以說一定要知道各個週期要聯動起來看。那麼現在從這個起漲點66.12的話，這就是說這筆如果說沒結束，那就是繼續往上生長。看一下日線上66.12。66.12在這裡，那麼這是進入段，然後在這裡做成了中樞，然後又打了一個高點，現在開始出現回落了。那麼這個回落雖然說這個回落是殺破了前面這個低點了，我們看有沒有跌破這個位置，好像還沒跌破，還沒有跌破，但是呢就是類似一個收縮型的一個中樞現在。那麼這個中樞這個結構，這個中樞的話，如果說它只是在這裡震，那還要再拉回去。如果說碰到中軌可以再下來，然後給一個3賣。如果這種方式的話，那就要斷開了，從這裡要斷開看，也就是說這裡出現2次反彈，那麼就構成了我們剛才說的那個週線的一筆回落，對吧？那麼現在就是說這筆能不能夠反彈，有沒有回落的跡象？但是整體來講還是殺得太狠，這個 MACD 尤其是張口張得很大，柱子的面積啊，柱子的長度都沒有減弱的跡象。但是呢，週5是收了一個比較長的下影線，對吧？然後也是在200天之上，所以說，看一下它的小週期上有沒有結束的跡象。小週期進入段，然後開在這震，然後離開小中樞1小時上給了一個3賣，然後又打了一個低點，出現了盤整背馳，對吧？然後週5是出現了一個反彈，這個週5這個反彈的話也夠一筆了，它這個反彈還是挺強的，這個反彈是夠一筆的反彈。那麼現在就看這個，但是收盤之前又出現了頂分型，就看這個是不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還是說要跌破這個位置，出現一個5浪啊，背馳之後，還是說要給一個2買踩一下，然後做一個中樞，就是 A、B， 然後再下來，對吧？所以就看這個頂分型之後怎麼選，是能夠繼續往上走一走也可以，繼續往上走一走的話，就在上面這裡做中樞。所以就是看它第2個中樞選擇的位置，是在上面這裡做大 B， 還是說在下面這裡做大 B， 然後再選擇一個結束。整體來講，就是說它的1小時結構沒結束，就向下的結構沒結束。那麼你可以利用，要麼是反彈之後減倉，或者說去做空它，或者說這個對沖它都可以。那整體來講，這個下跌的結構沒結束啊。那麼這是針對這個Palantir。我們最後再看一下這個 VIX。VIX 的話，在
這是11月20号周四这天，最高达到了28.27。一般的话，它是在25以上。我们看这个位置，24、25这个位置，基本上就是它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箱体的一个上面，对吧？你看前面这里，也可以看一下周线上，基本上就在这个现在这个价格的位置上，就这里基本上有一个大的一个箱体，基本上它不会超过它的话，都是短期型那个状態，短期的这些冲上去了，但是又慢慢又回落下來了。所以說這裡基本上是有一個箱體的，在25到10之間，10到25之間有這麼一個大的一個箱體。基本上你發現它有衝到25之上的，但是時間都比較短。雖然這裡也很強，都幹到60了，但是也就幾天的時間，對吧？慢慢的還是都回來了。所以說呀，但是現在唯一的一點就是它什麼呢？它是在0軸以上起來的，就是尤其是這段，它是在0軸以上衝起來的。但是你看前面這裡，你只要不在0軸以上，尤其是這段，0軸以上，這是在0軸以下，對吧？雖然說有短期起來的話，都下去了，都給摁下去了，但是一旦它是0軸以上起來的，都力度是相對比較強的。看這段，再看這段，0軸起來的，對吧？這個0軸起來的這個動能都相對比較強，那麼回來的時間也相對的比較長一點。所以說，現在我們還是要提高警惕，畢竟它還在0軸以上。首先，這個 MACD 還在0軸以上，那麼它還是可以很短時間之內就獲得動能的，因為它在0軸以上是容易達到共識的，對吧？可能這幫機構都去買這個期權做對沖，那就會造成它短期往上衝。但是整體來講，只要不能夠像前面這裡有這麼力度、這麼大的這個 spike、這麼大的這個尖兒往上動能往上衝的話，都不需要太擔心，慢慢它都會下來的。那麼甚至是最好是把它摁到這個200天和120天之下去，然後讓它摁到0軸以下，那麼對做多的人或長期來看才會這個更穩妥一點。但是短期的話，力度並沒有被消解掉，並沒有被衰竭，它還是有可能是一個寬幅震盪的一個狀態吧。就是利用這個 VIX，我們來短期來借鑑，或者說輔助來判斷一下指數那邊會怎麼走。好的，那麼的話今天就到這裡了，再見。